2024年新上线的漫改真人剧《寄生兽灰色部队》惊悚登场。有一天突然，大量尖刺孢子从空中降落到地球，一触地面的瞬间，孢子中诞生了一只尖刺虫子。它们四处寻找人类，一旦有机会，就会钻进人类的耳朵里。接着，这些人就被控制了。你怎么又打我呀？妹子刚走，那个小伙子从昏迷中醒来，加入到跳舞的人群中。突然，他的头裂开，长出了4把锋利的镰刀，在舞池中疯狂割伤年轻人。与此同时，超市的收银员秀人碰到了一个精神病患者。那个胡子男拿着一盒未称重的肉，来到前台结账。秀人提醒他先称重，称重后才能结账。秀人一再催促他去称重，胡子男失去耐心，威胁要杀了他。然后他离开了超市。秀人以为那只是气话，但当他骑电动车下班时，胡子男开车从后面撞他，下车后拿着匕首边骂边走向他，然后朝他腰上连捅几刀。秀人拼命把他推倒向树林走去，但没走几步就倒地不起。那男人毫不手软，继续向倒地的秀人靠近。秀人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但突然间奇迹发生了。不久，一辆车经过这里，司机报警，秀人被紧急送往医院。警察进行现场勘查后发现，胡子男在追逐秀人时突然被劈成2半，秀人腰部有1道旧刀伤。经检查发现，这些伤痕并非近期形成。这一连串的情况让经验丰富的警察也感到困惑。警察队长听说是秀人出事，立刻赶到医院探望。原来队长是秀人的叔叔。秀人向叔叔坦白，他明明感觉到被刀刺，却没有留下任何伤口。叔叔认为是秀人由于受到刺激，导致记忆混乱。警察离开医院后，秀人努力回忆那天晚上的事。他记得自己倒地不起，感到剧烈的痛苦并不断抽搐，随后便失去了意识。几个月后，为确保安全，秀人改为乘公交上下班。一天，他在公交上突然感觉耳朵嗡嗡作响，耳鸣让他感觉头都要炸了。抬头看到一个男人正盯着他，那男人的眼神让他越发害怕，于是急忙下了车。与此同时，一个猥琐男带着美女在寻找过夜的地方。猥琐男本打算找豪华酒店，但美女坚持要去他的家，猥琐男只好按照美女的指示来到一座偏僻破旧的大楼。到达后，美女开始脱衣服，猥猥琐男也迫不及待地准备行动。正当此时，4个男女从外面走了进来，他们正计划着怎么对付眼前这个猥琐男。猥琐男赶紧拿出手机求助，但紧接着外面突然亮起一束光，接着一枚烟雾弹砸破窗户飞了进来。猥琐男趁着机会逃离了房间，但那美女并没有打算就此放手，她紧追不放。原来他们是专门对付寄生兽的灰色部队，他们的专业装备可以轻易解决寄生兽。其他几个寄生兽还没来得及逃，就被一网打尽，只有一个领带男跳窗逃了出去。但他经过一辆警车时，突然感觉到车内有同类存在，车里坐着一个被捆绑的寄生兽，不断按动手中的遥控器。这时灰色部队的队长俊京赶到现场，领带男的速度太快，俊京一个人根本追不上。之后他们在大楼内进行清理，俊京发现了一道紧锁的门，打开门后，里面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只见玻璃柜中堆满了人类的肢体，旁边还挂有一个特殊标记，这标记代表这是寄生兽的食物储藏室。现在一切都明了。深夜时分，一个黑帮成员不得不去姐姐家暂住，却意外发现患有脑瘤的姐姐看起来异常精神。他察觉到姐姐的不寻常。深夜姐姐出门了，他偷偷地跟了出去，紧跟着姐姐，直到来到一个满是废弃船只的垃圾场。他看到自己和另一个男人将秀人围住，他们觉得秀人是同类，但还没完全确定，所以露出真身来测试秀人。原来秀人也被虫子寄生了。那个男人要秀人加入他们寄生兽界的组织，叫做祷告复兴会。秀人只能选择2个，要么加入，要么死。男人让秀人好好想想，然后就转身离开了。强佑在一旁看着，也打算逃跑，结果不小心踩到水瓶，下一秒被变身的秀人抓到。秀人让强佑帮忙做件事，才放他走。不久后，秀人变回了人形，从昏迷中醒过来。强佑在远处等着，看到秀人醒来就走过去，
原来上次秀人被伺候，虫子钻进了他的耳朵，本来打算完全吞噬他的大脑，控制他的身体，但由于秀人重伤，虫子只能先治疗他的伤，保住他的命，因此错过了完全吞噬大脑的最好机会。从那以后就寄生在秀人体内，与他共生。寄生在秀人体内的兽叫海蒂。完成海蒂交代的事后，强佑又离开了垃圾场，秀人也回到了家。他一直在回想刚才小混混的话，为探究真相，他在笔记本上写下：我的身体里住着别人吗？接着就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养养神，其实只是简单的闭眼。在睁开眼的时候，不知不觉已经5分钟过去了。他转过身去重新看了看笔记，发现笔记上多了一行字，让秀人把所有疑问都写在笔记上，他会一一解答。第二天，在内米尔警察局举行了一场神秘的大会，进会场前需要严格检查。会议是由灰色部队的队长俊进主持的，他向大家展示了几个月前的一起惨案，那是发生在一场音乐会上的。他向大家解释了寄生兽的存在，现场还展示了一个样本。几个月前下过一场孢子雨，孵化出了许多小虫，这些小虫会通过人的鼻子、耳朵或嘴巴钻进大脑里，然后彻底把大脑吃掉并控制人体。被寄生的人很快就会变成怪物，这些怪物只吃一种食物，那就是人类。怪物们能随意改变外形形状和硬度，甚至能变得像刀刃那样锋利，因为它们长得和人一模一样。如果要辨别某人是否为怪物，只需拔掉他们的一根头发，如果头发能动，那么他就是怪物。那个男人正准备在一群老人面前炫耀，结果下一秒就被制服了。这些老人正是传说中的寄生兽，他们的大脑已经被小虫吃掉了，现在由小虫控制成寄生兽。就在几小时前，一个被敌人追杀的黑帮成员被逼无奈，他看着手中的祷告复兴会宣传单陷入了沉思。他了解到这个新兴的邪教组织成员全都不是普通人。为了查清楚这个组织的真实目的，他悄悄来到山中的教会基地偷看，躲在这儿，同时等着朋友9名来接他。同时，身为半寄生兽的兽人，下班刚走出来就被2个寄生兽截住。因为兽人的特殊身份，引起了教会牧师的兴趣，他被邀请参加一次教会的聚会。副驾驶的男人露出了攻击的姿态，这是在警告9名，如果他不参加，就难免要打一场硬仗。9名只好勉强同意坐上他们的车。同时，在山坡上偷看邪教的强佑对旁边的一间厂房产生了兴趣，他想弄清楚寄生兽们在里面存放了什么。趁着寄生兽们开会的空隙，他悄悄溜了进去，但里面的场景深深震撼了他稚嫩的心灵。里面到处挂着塑料袋，每个塑料袋里都装着一个人。强佑在厂房内部四处查看，不小心发出了声响，虽然声音很轻，但守在门外的寄生兽门卫清清楚楚地听到了。门卫便走进厂房巡逻，摆出了攻击的姿势，他的头便形成了一把锋利的镰刀，镰刀上的眼睛四处扫视。强佑开始和门卫玩起躲猫猫。同时，教会的牧师对教徒们说，人类比我们更脆弱，但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寄生在人类体内。同时，人类也被一种叫做组织的无形存在所利用，为其牺牲，做着一些我们难以理解的与生存无关的事情，来忠诚于这个组织。这正是人类比寄生兽强大的原因，因此我们也要建立类似的组织，以探索未知。另一边，强佑仍在小心翼翼地躲避门外的危险。这时他一不小心脚下滑了，差点跌倒。当他抬起头来，却看到了一个让他极度悲痛的面孔，他失踪的妹妹竟然在这里，已经成为了一具冰冷的尸体。强佑轻抚了妹妹的脸颊，愤怒让他失去了理智。强佑与门卫的搏斗引起了教徒们的注意，在牧师的命令下，所有的教徒开始追击强佑，秀人也借机逃脱。强佑明白自己不是寄生兽的对手，因此在打了门卫一顿后就逃了。但他刚跑到小路上，就碰到了追杀他的仇家，是勇虎帮的几个成员。这时强佑已经抛开了所有恩怨，大声喊着让他们赶紧开车离开。但帮派的小头目却毫不畏惧，掏出了一把小匕首，准备跟几个教徒交战。但他刚走到教徒面前，头就转了180度。其他的小弟都是莽撞之徒，明知敌不可挡，还要上前搏斗。
最终全都惨死在寄生兽手中。强佑趁着他们交战之际逃走了，恰好与同样在逃的秀人撞了个满怀。强佑让秀人带他去南川加油站，他的朋友九明在那里等他。干掉这些黑帮成员后，教徒中的卷发男命令其他人把尸体放进处理室，他则追赶逃跑的强佑。只见卷发男一跃冲天，随即他的头部变成了翅膀。与此同时，强佑找到了他的朋友九明，向九明索要车钥匙，马上开车逃离现场。毫不犹豫的，强佑在路上百思不得其解，自己藏得如此隐秘，浦东帮派是如何找到自己的？他猜想肯定有内鬼。突然他恍然大悟，自己藏在山里的事只告诉过九明，原来是九明向永浦登帮派泄露的秘密。意识到自己已暴露，九明立刻掏出匕首想要杀死强佑。就在这时，秀人感到耳鸣，他意识到教徒离自己越来越近。卷发男如雷劈顶般降临，一招直接将车顶掀开。寄居在秀人体内的寄生兽海蒂感到危机即将来临，展现真身与卷发男交战。在激烈的战斗中，卷发男不慎刺伤了九明。为了救九明，强佑急速转弯，成功将卷发男甩下车，车子失控，差点冲下悬崖。海蒂跳车继续与卷发男战斗，尽管海蒂只剩半身，他的力量仍旧不逊色卷发男。同时，昏迷中的强佑醒来后叫醒了九明，想带他一起逃命。即使到了这一刻，强佑从未怀疑过九明的背叛。接下来的情况，九明透露的真相让强佑难以承受，原来是自己帮派的老大背叛了他。强佑一时难以接受这个事实，看着已经死去的九明，强佑只能苦笑。与此同时，卷发男对海蒂发出警告，他原来是个寄生兽，竟然敢和自己的同类作对，这样做是没有好结果的。他决定回去向牧师报告这件事。他刚变成有翅膀的形态，准备飞走，却被海蒂当场制服。在解决掉卷发男之后，海蒂变回了兽人形态。他迅速跑到悬崖边，试图救出被困在车里的强佑。兽人伸手试图抓住强佑，但他们之间的距离还是太远了。就在此时，汽车突然向前滑落，直接掉下了悬崖。兽人也没站稳，跟着滑了下去。幸运的是，感觉到兽人处于危险中的海蒂再次出现，成功救出了他们俩。掉落的车上竟然还有一个活着的包子。紧接着，包子里孵出了一只带刺的虫子，它正凝视着眼前的虫子，试图识别这是何种生物。这只虫子却从他耳朵里钻进了大牢。不一会儿，男人的大脑就被虫子吃掉了，他的身体也被虫子控制，变成了另一只寄生兽。他来到了附近的超市，正好被正在购物的妻子俊京看到。变成寄生兽的他毫不犹豫地对妻子施暴，并且割掉了自己的耳朵。紧接着在超市里开始疯狂杀戮。君京原本是个警察，他动作敏捷，头脑也特别灵活，手里拿着一瓶腐蚀性的清洁液，诱导丈夫进入一个无人的房间，趁机把清洁液泼向丈夫的脸。下一秒，她的脸开始剧烈的腐蚀和疼痛。俊京趁此用厚重的门将丈夫锁在房间内，目睹变成寄生兽的丈夫，她心情复杂，痛苦万分。这个世界上像这种寄生兽极多，这些对人类有害的寄生兽本该被消灭，但俊京却有其他打算，想留下丈夫用于其他目的。寄生兽有个特点，附近有同类时，他们会感到强烈的耳鸣。于是俊京把丈夫绑得牢牢的，还给了他一个遥控器，一旦感知到附近有其他寄生兽，就按下遥控器。这种受控的寄生兽被称为猎犬。接下来的几个月，俊京带着猎犬和灰色部队全国各地搜寻并清除寄生兽。最近由俊京领导的灰色部队和警方联手调查一个邪教组织，据说邪教成员全是寄生兽，但当他们抵达现场时，一个成员也未找到，只在邪教的一间厂房里发现了500个人体碎片。与金哲明警官一同来调查的注意到地上有一把钥匙，他立刻认出这是他送给侄女秀人的钥匙。看来秀人和邪教或多或少有些牵连，他赶紧把钥匙藏进口袋，以免被其他人看到。邪教基地的搜查结束后，他们召开了一个会议，调查后发现邪教头目名叫全柱赫，但就在几周前，全柱赫和他的妻子突然失踪了。俊京想找个警察去查一查全柱赫现在在哪。
江原市的警长迫不及待地举手，主动接下了这个任务。他没有进行任何调查，直接去了乡下的一个仓库。进入仓库后，他才意识到这里都是邪教的成员。原来江原石是寄生兽的间谍，他本来是人类，但由于某些原因，他决定为寄生兽服务。全祝贺给了江原石一把能杀死猎犬的匕首，这把武器是为了猎杀寄生兽而制造的。与此同时，金哲明在邪教基地发现了侄女的钥匙，他想弄清楚侄女为何会与邪教有关，于是约在废弃的游乐场见面。他刚从警局出来，就被一直有些怀疑他的俊京看到了。看到金哲明匆忙离开，俊京感觉肯定有事，于是也跟了上去。金哲明想知道为什么会在邪教中看到兽人，但兽人不愿意告诉他自己是半寄生兽。他们正在谈话时，俊京已经带着猎犬来到了废弃的游乐场。紧接着警报器响了，这意味着猎犬感知到附近有寄生兽的存在。在支援赶到之前，俊京一个人拿着霰弹枪冲了进去，目标是消灭寄生兽。幸好强佑及时冲过来撞倒了俊京。为了避开巨鲸，强佑带着兽人跑进了游乐场的鬼屋。他们躲在矮墙后面，但下一秒，兽人体内的寄生兽海蒂感到了危险，随即显露出真身。海蒂决定留下来拖住俊京，让强佑先跑。强佑抓住机会逃了出去。他到外面准备偷辆车，却目睹了一幕恐怖的场景。看到江原石警长趁无人注意，疯狂地用匕首刺向猎犬，这正是全祝贺交给他的任务。猎犬拼命按遥控求救。俊京接到信号，以为附近有新的寄生兽出现，但他并没有急着出去查看，因为他们已经把兽人围住了。俊京命令手下活捉兽人，必要时可以开枪射杀，之后才离开鬼屋到外面。可他出来后发现猎犬已经死了。俊京看着丈夫的脸，再次沉入悲伤，但很快她强忍住情绪，取下了丈夫头上的头盔，然后戴到被抓的兽人头上。既然前一个猎犬死了，她打算把兽人训练成新的猎犬。由李贞贤扮演的俊京正在转移半寄生兽的人类，但刚到大桥就遭到伏击。几小时前，俊京抓捕了半寄生兽的兽人。作为一种极特殊的存在，兽人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因此灰色部队的领导命令俊京立刻将兽人送往总部。得知这一消息后，金哲明警探感到非常愤怒和无助。他不想让自己的侄女变成实验对象。与此同时，被严格限制的秀然突然在潜意识中苏醒，他发现了寄生在自己体内的寄生兽海蒂。海蒂为了保护秀人，暂时封锁了他的意识。在潜意识的世界里，他们看到了秀人最不愿回忆的往事。最初父亲总是虐待母亲，后来母亲选择了离家出走，父亲便将虐待对象转向了年幼的秀人。直到有一天，秀人再也忍受不了，他拨打了报警电话，警察逮捕了父亲。而他勇敢的自保行为却遭到了邻居们的非议，他们认为秀人不孝。自始至终，只有金哲明警探在保护他。从那以后，金哲明成了秀人的叔叔。秀人的父亲被捕后，他变得孤苦伶仃，在警察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愿意组建新家庭的母亲。他本以为母亲会很高兴见到自己，但见面时，母亲却显得极力避免。母亲走上前，给了他几张钱，并告诉他以后不要再找他。说完这句，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海蒂向秀人解释，妈妈讨厌的不是你，而是你曾经生活的那个环境。你不幸恰好在那个环境中。爸爸回忆你的童年。俊京即将开始转移秀人。警局内的间谍江原始给邪教头目全祝贺打电话报信，全祝贺马上动员寄生兽，准备劫持秀人。同时，担心秀人安全的金哲明找到了强佑，希望他能出手救秀人。因为他是警察，自己不便亲自行动，只能请强佑帮忙。在金哲明的怂恿下，强佑决心铤而走险救秀人。他为强佑制定了救援计划，让强佑潜入士兵更衣室，换上士兵制服，伪装成押送卫兵，登上转移车，等待机会营救秀人。但转移队伍刚上跨海大桥，就碰上了交通堵塞。2名士兵前去查看情况，发现是一起连环车祸。当他们以为只是普通事故时，突发意外，
这其实是全祝贺的劫持计划，故意在桥上制造事故，阻挡转移车辆前行。队长俊京命令司机掉头，他拿着霰弹枪冲出去迎敌。他刚一下车，那位司机突然被出现的寄生兽击毙，死去的司机没来得及拉手刹，卡车因此转移，继续向前滑行了一段。俊京为了避开卡车，赶紧往旁边一躲，结果直接撞上了石墩，当场就晕过去了。而在转移车里的强又趁此机会逃了出来，恰好看到俊京倒在路边，抢走了他身上的遥控器，准备去解开秀人的枷锁。但他刚转身，晕倒的俊京突然醒来。就在这时，寄生兽越聚越多，俊京不得不先让强佑去对付寄生兽。强佑拿着遥控器走到秀人身边，他不确定哪个按钮能解锁，只能随便按按看。没想到意外地解开了锁，枷锁随即被打开。紧接着，秀人也从昏迷中醒来。强佑装作士兵，随便找了辆车，打算带着秀人离开。秀人临走前看到了金哲明叔叔，形势紧急，他们没时间多说。两人对视一眼，彼此心照不宣。强佑正带着秀人逃离，却被江原石挟持。江原石也驱车追了上来。金哲明恰巧是他的同伙，为了保护身份，他参与了劫持秀人的行动，只能跟着江原石追赶秀人。只看到强佑和秀人在前面逃，江原石和金哲明紧追不舍。他们从市区跑到了乡下，刚到一个 Y 型路口，江原石突然掉头不追了，转而带着金哲明去了废弃的大棚。这时秀人突然感觉到耳朵里嗡嗡响，他意识到附近可能有其他寄生兽，他猜金哲明叔叔可能遇到麻烦了。他想让强佑掉头回去，但强佑不愿意冒这个险，于是秀人自己一个人下了车，向着金哲明的方向急跑过去。江原石向金哲明坦白了自己当了这么多年警察，收入微薄，连儿子的学费都交不起，所以他决定加入全祝贺创建的邪教，那里有取之不尽的财富，还试图拉拢金哲明加入。金哲明则拔枪拒绝了他，看来劝说已经无效了。全祝贺突然从背后出现，看来刚才秀人感觉到的寄生兽就是他。尽管秀人拼命跑，但还是迟到了一步。金哲明被全祝贺感染，察觉到了危险。寄生在秀人体内的海蒂也显露了真身，与全祝贺展开了激烈的打斗。在他们激战正酣时，不想再当胆小鬼的强佑突然开车出现，带着秀人逃走了。而这时的金哲明已经完全被全祝贺和寄生兽控制，他对于面对面的交锋毫无准备。自从寄生兽首领全祝贺转移到了金哲明的身体，他参加了灰色部队的一次内部会议。灰色部队一直在努力控制，不让寄生兽的存在曝光，但上次的劫持事件却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这次事件毫无疑问被现场的网友拍下，并上传到了网络。一年一度的韩国民谣节即将来临，他们得在民谣节前消灭所有寄生兽。高层们提了个建议，既然大家都知道了寄生兽的事，不如让市民帮忙报告线索，然后由灰色部队根据线索逐个清除这些寄生兽。但几小时后，金哲明就收到了一个可靠的举报，举报者还附上了很多照片，照片里可以清楚看到仓库大门上有寄生兽的标志。目击者说，这个仓库里大约藏有20个寄生兽，看起来这里就是他们的新巢穴。作为寄生兽首领的金哲明并没有阻止警察，反而催促他们尽快行动清除这些寄生兽。会议结束之后，俊京接到了一个电话，是秀人打来的。秀人想见他谈点紧急的事，他们约在一家咖啡馆的顶楼见面。在咖啡馆顶楼相遇，秘密地挂断了电话，口中喃喃自语，情况似乎很紧急，定金事先在这里设了埋伏，目的是抓住秀人，要让他成为自己的猎物。但察觉到危险的秀人，他体内的寄生兽海蒂现身，带他从10层高的楼跳下逃生。金哲明和江原石已经下定决心，要对那个聚集了寄生兽的仓库采取行动。听了秀人的话后，俊京对金哲明和江原石产生了些怀疑，趁坐电梯的时候悄悄剪了江原石的一缕头发。如果江原石真是寄生兽的话，剪下来的头发竟在短时间内蠕动了。等其他人都走了之后，军京从地面上捡起了江原石的头发，结果发现这些头发和普通人类的无异。他原以为自己误信了兽人的话，军京不知道的事实是，
江原石的确是人类，但他实际上是忠于寄生兽组织的。仓库突袭行动立刻开始了，他们选择在夜里行动。灰色部队的特种兵潜入仓库执行剿灭任务，金哲明则拿着霰弹枪在外面警戒，一发现逃脱者就立刻开枪。但他杀害同类的行为恰巧被另一个同类目击了，他们成功清除了此处所有寄生兽。之后俊金给秀人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这次行动并非陷阱。秀人完全无法理解这一切，他怎么也想不到金哲明竟会对自己的同类动手。就在这时，强佑注意到了附近的一张巨型海报，海报上写着市长即将出席韩国民谣音乐节。他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考虑到这一点，他们开始猜测寄生在金哲明体内的寄生兽可能会寻找机会转移到市长身上。在仓库里清除了20多个寄生兽之后，金哲明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他在发布会上详细描述了剿灭过程，并发布了2份寄生兽的通缉令，其中包括那个兽人，还有之前目击他杀害同类的证人。发布会结束后，俊金找到了金哲明。曾经的金哲明为了保护秀人，不惜一切代价，为何今天会突然发布追捕秀人的通缉令呢？俊金百思不得其解。金哲明对秀人态度怎么会突然大变样呢？他问金哲明，还记得上回在废弃的游乐场，他给秀人传了什么东西吗？此刻被寄生兽控制的金哲明自然是茫然的。庆熙知道自己被通缉后，联系了秀人。曾经对立的他们决定携手。秀人在植物园与庆熙见面，并把金哲明的计划告诉了他。他们决心合作，共同阻止金哲明，力图将他一网打尽。而另一端的金哲明，为了摆脱对自己产生怀疑的俊金，伪造了一个寄生兽藏匿点的线索，上报给上级。上级随即命令俊金带队前往江原道进行调查。上头一声令下，俊金不敢有失，带领灰色部队3组前往江原道。但在半路上接到了秀人的电话，秀人说自己搞错了。他通过庆熙得知，江原石并非寄生兽，只是个效忠于寄生兽的普通人，而且他之前的猎犬正是被江原石所杀。听了秀人的话，俊金对金哲明的怀疑更深了，于是他命令部队返程，回到音乐节现场。同时，音乐节已经拉开帷幕，连市长也到场了。市长一现身，金哲明不再隐藏，直接冲上前去攻击市长。江云石见状，立马在市长面前上演了一出戏。他推着车撞到了金哲明，还躲到了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接着开了2枪空枪，赢得了市长的信任，扶着市长离开了现场。表面上是在救市长，实际上是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好让金哲明容易转移到市长身上。等俊金和队员们赶来时，却看到地上的金哲明头不见了。与此同时，待市长逃跑的江原氏掀起衣服，没想到金哲明头上的寄生兽正藏在他的衣服里。在寄生兽即将得逞的关键时刻，庆熙突然赶到了现场，留下来跟寄生兽战斗，让强佑带市长快走。但下一秒，庆熙被寄生兽刺中了，最后庆熙在寄生兽的攻击下死亡。现在仓库里只剩寄生兽和江原石，若寄生兽不快找新宿主，很快就会失去活力。这时江原石成了理想宿主。紧接着，寄生兽寄生在江原石脖子上，强佑带市长到了仓库，被寄生的江原石也追了过来。他知道市长藏在这附近，下一刻他的头变成了个大眼睛，开始仔细搜查每个角落。强意识到再躲下去迟早会被发现，于是就点起了身后的烟花。他们打算借着烟雾逃走，但市长还是被江原石捉住了。幸好海蒂及时赶到了，海蒂能感觉到秀人对江原石的深仇大恨。江原石体内的寄生兽正是杀害金哲明叔叔的那个凶手。虽然海蒂是半寄生兽，但他比其他寄生兽都强，每一场战斗他都必须赢，只有保持兽人的身体完好，他才能生存。海蒂不同于其他寄生兽，他没法换一个新身体，如果旧的坏了，海蒂的寄生失败了，这让他只能永远寄生在兽人体内，无法转移到其他地方。这也是他每次战斗都全力以赴的原因。海蒂来到了战争纪念馆，找到了逃跑中的江原石，但出于某种原因，他的脑袋不见了，只留下一个空壳。原来江原石体内的寄生兽分裂出来了，准备伺机攻击海蒂。
就在这关键时刻，俊京也到了纪念馆，恰好碰到了对峙中的他们。那时的俊京还以为江原石只是普通人，尽管江原石一再叫他向秀人开枪，但心中有疑的他迟迟未能扣动扳机。就在此时，江原石的分裂体悄悄出现在他背后，准备偷袭他。幸好俊京回头看了一眼，他从身后的反光玻璃中看到江原石没有脑子，因此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海蒂临走前留下一句话，请好好照顾秀人，直接晕倒了。在等待灰色部队的支援，他们赶到之后，俊京向手下解释说秀人只是个普通人，一切纷争终于平息。过了一段时间，秀人在另一家便利店找到了工作。那天早上，强佑去找他，他们一起去码头散步看日出。强佑不再是黑帮成员，而是成了灰色部队的正式警察。强佑拿出了一封信，这是海蒂发来的。海蒂希望强佑能帮忙念给秀人听。起初海蒂以为自己没能完全控制秀人的大脑，感到很失败。但随着与秀人接触增多，他们相处的时间越长，海蒂开始庆幸自己能寄生在秀人体内，并与他共存。从那以后，秀人不再孤单地面对生活。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灰色部队迎来了一位日本客人，他自称是寄生兽研究的顶尖专家。这个人正是电影《寄生兽》的主角，他就是全新一。